20世纪初期的美国诞生了一种新的恐怖小说。在小说中，真正令人恐惧的并非所描写的怪物本身，而是其存在逾越人类的理解与认知。这就是克苏鲁神话。本期飞跃模拟人生将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克苏鲁的召唤》进行完整解读，讨论小说如何塑造出克苏鲁这一经典形象。如果你对克苏鲁背后所象征的恐惧，以及它与时代背景之间的关联感兴趣，请收看本频道的另一期视频。克苏鲁的召唤是 H.P. Lovecraft 于192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作品由3个章节组成：陶像中的恐怖、莱格拉斯巡官的故事以及来自大海的疯狂，讲述了叙事主角我如何接触到克苏鲁的故事。在小说开篇，作者引用了英国恐怖小说家 Algernon Blackwood 的一句话：意识或许以某些形态显现，而这些形态早在人类演进的大潮前就已消亡。关于这些形态，只有诗歌或传说捕捉到了一些残存的记忆，称其为神奇、怪物和各种各样的神话造物。这段话的含义是，诗歌或传说中零零碎碎提到的神或怪物，并不只是单纯的想象，它们实际是某种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事物留下的残影。克苏鲁显然是这个框架中的一种存在，它是真实的，并且给人类留下了模糊的碎片。于是这段引言构成了一个关键转换，把原本属于神秘与虚构的内容转变为了真实但未被了解的存在，为后续故事奠定了基础。叙事者在陶像中的恐怖的开篇直接点出了核心命题：人类之所以能保持安全与平静，正是因为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世界的全部。一旦将看似无关的知识拼凑起来，人们要么发疯，要么只能逃回到无知之中。这不只是开场白，而是描述了整个故事的逻辑，告诉我们角色会在拼凑中窥见真实的宇宙，然后走向崩溃。叙事主角拼凑的起点是叔祖父留下的3样遗物：一块陶土浮雕，一份标题为克苏鲁异教的手稿，以及一批简报。浮雕上刻着未知的文字，以及一个混合了章鱼、恶龙与扭曲人类特征的怪物。背后隐约可见蛮石堆砌的建筑，它的艺术风格不属于任何已知文化体系。这个不可分辨、无法被归类的浮雕构成了故事的第一层不安。叔祖父的手稿进一步将这种不安具体化。手稿的第一部分记录了一位雕刻家的故事，也解释了浮雕的来源。1925年3月1日，雕刻家带着浮雕拜访叔祖父，希望身为考古学家的他帮忙辨认上面的文字。叔祖父无法识别，并认为这是一件现代作品。雕刻家声称浮雕是自己在梦中制作出来的，梦中有一座巨石堆积的城市，充斥着他只能勉强转译的声音——克苏鲁福坦。这是克苏鲁的首次现身，不是以直观可见的形象，而是通过雕刻家的梦境这种介于潜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模糊状态出现的。所以克苏鲁从一开始就难以被准确描述或清晰定义。雕刻家提出的这个词也唤起了叔祖父的记忆，驱使他开始狂热地进行研究。接下来几天，他持续记录雕刻家的梦境：黑色巨石城市、覆满粘液的建筑、来自地下的声音，其中2个反复出现的音节是克苏鲁与拉莱耶。3月23日，雕刻家突然患上不明原因的热病，出现强烈幻觉。他不断提到一个庞大的怪物，却始终不肯完整描述，就仿佛人类的语言本身不足以承载这种存在。4月2日，所有症状又突然消失，像是某种外在影响被切断。这个日期并不是巧合。叔祖父发现，在2月28日到4月2日之间，许多艺术家、诗人等感知敏锐的人都梦见了相似的城市与声音。梦境的强度更在雕刻家病重时达到高峰，而收集起来的简报则提供了更多的佐证。
同一时间内，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精神异常、宗教狂热与群体混乱的报道。原本维持理性的主角，在看到这些简报后也开始动摇，因为单一事件可以用巧合、阴谋论来解释，但当证据跨越了个体、地域与文化，理性就找不到立足点。这种同步性的精神反应也把不安推向了更深的恐惧，似乎有某种影响力绕过了物理接触，直接作用于人类的潜意识。零散的简报也回应了开篇的命题，即碎片一旦被拼凑成整体，潜藏的人类无法理解的真相便开始浮现。到这里，陶像中的恐怖完成了它的叙事功能，让克苏鲁以模糊的方式第一次现身，并建立了贯穿始终的叙事模式，即真相存在于碎片背后，而终极恐怖将来自碎片被拼凑成整体的那一刻。那么叔祖父为何对克苏鲁这个词反应如此强烈？这个问题将引向下一个篇章莱格拉斯巡官的故事。第二章莱格拉斯巡官的故事也是叔祖父手稿的第二部分，记录了叔祖父在1908年听到的发言。这一章节进行了叙述视角的转换，克苏鲁首次以宗教崇拜的形式呈现，崇拜者的形象、仪式与供词也进一步拼凑出这个存在的轮廓。1908年，莱格拉斯巡官在美国考古协会的年会上带来了一尊石像。警方在此前突袭了新奥尔良沼泽地带的一个秘密异教，并缴获了这尊石像，而它与第一章的陶土浮雕惊人的吻合。同时，会议上的另一位教授也提供了线索，他曾在格陵兰的因纽特部落中发现了拥有相同文字与图像的石板。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两个相隔遥远、毫无接触的文化群体所念诵的祭文竟完全相同。其含义为，在拉莱耶他的宫殿里，沉睡的克苏鲁等待做梦。通过巡官与教授的叙述，克苏鲁从第一章虚实难辨的梦境切入进了更广阔的人类历史社会之中。恐怖的是，信奉他的群体虽然都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包括了异教徒、恶魔崇拜部落与混血者，但他们的崇拜跨越了地域与文化。克苏鲁在彼此毫无接触的群体中留下了几乎相同的印记。随后，巡官所阐述的异教徒的供词，把克苏鲁的形象提升到了另一种高度。根据被捕的信徒的描述，他们所信奉的旧日支配者 Great Old Ones 来自星辰，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统治地球数十亿年，如今正沉睡在海底城市拉莱耶。包括克苏鲁在内的旧日支配者，形体并非由物质构成，他们知晓宇宙的一切，并能彼此进行思想交流，而克苏鲁尤其能够通过梦境与人类的潜意识产生连接。如果说雕刻家梦中的克苏鲁是巨大的怪物，那么在更了解他的崇拜者的口中，这种巨大并不只存在于物理意义上。克苏鲁所跨越的时间需要用宇宙的尺度来衡量，它让人类的全部文明史缩成了微不足道的瞬间。同时，在叙事结构上，信徒供词中的克苏鲁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它呼应了第一章雕刻家的梦，克苏鲁可以通过梦境连接人类的潜意识。这一描述让此前模糊的部分更加真实。向下，它埋下了一个伏笔。在信徒的叙述中，克苏鲁的沉睡并非永恒。当群星回到正确的位置，它将被释放并重建统治。于是苏醒的悬念将会在第三章中展开。虽然第二章给了足够的关于克苏鲁的证据，但主角始终与这些信息保持距离，选择用唯物主义的框架进行消化，认为这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秘密宗教的现象，试图用人类学来解释。但章节中还是留下了细微的裂痕，比如他一方面把雕刻家对克苏鲁的印象解释为之前接触过的残余的记忆，另一方面却又被这些违反常理的细节所打动。他的理性其实在抵抗，但裂缝已经出现，
而第3章最后一块拼图的到来将把这道裂缝彻底撕开。另外，如果你对本章节描写的克苏鲁信徒总是与混血异教徒相连，并由此反映出的殖民主义叙事感兴趣的话，可以观看本频道另一期关于克苏鲁的影片。来自大海的疯狂是整篇小说逻辑的终点。第1章的梦境，第2章的供词将在这里与航海日记合而为一，共同拼凑出克苏鲁日益存在完整的恐怖轮廓。与前2章一样，作者仍然使用了间接叙事角度，主角始终不是克苏鲁事件的亲历者，而是在偶然的发现中获得了新的信息，进而完成了故事的闭环。这一次，他在一份悉尼公告报的照片中认出了一座诡异石像，与巡官在沼泽中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随后在阅读报道的过程中，他将时间线比对，发现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彼此间却严密吻合。根据报道，2月28日海上爆发了地震与风暴，这正是雕刻家开始做梦的那一天。与此同时，一群土著与混血操纵着警觉号从新西兰匆忙出海。3月22日，艾玛号在海上与警觉号相遇，警觉号要求艾玛号返航，双方之间爆发冲突。艾玛号被炸沉，但幸存的船员夺取了警觉号，并乘船继续航行，试图找出对方命令他们返航的原因。次日的3月23日，原艾玛号的船员登上了一座不在地图上的未知岛屿，6名船员在岛上丧命。而就在此日，雕刻家的病情也正好达到高峰。之后，仅剩的船员试图返航，并在4月2日再度遭遇风暴，这也是雕刻家的病症突然消失的那天。最终，唯一生还的船员被发现，随船物品中正有那尊诡异的石像。读完报道后，主角连忙设法联系事件中的唯一幸存者，却发现对方已然离世，死因暧昧不明。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仅仅感到不安的观察者，他意识到了自己已经被纳入到了一个恐怖的真相之中。他从船员的遗孀手中取得了航海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艾玛号此次出海的全部经过。这本日记也把故事带向最后一个核心场景，那座神秘浮现在海面的岛屿正是拉莱耶，而船员所遭遇的恐怖怪物也正是从中苏醒的克苏鲁。小说原文对拉莱耶与克苏鲁提供了更多细节，但核心特征始终集中在一点：克苏鲁的世界违背一切已知规律与人类常识，因此人类不仅从语言上难以描述它，而这种存在本身对于人类来说充满了不确定与不可知，这正是克苏鲁神话恐惧的本质。于是，航海日记的拼图最终就位，主角也陷入了无限的恐惧之中。其独特之处在于，他既没有像雕刻家那样在梦中置身拉莱耶，也没有像船员在现实中直面克苏鲁，却成了整个故事中唯一一个将所有碎片完整拼凑起来的人。正因如此，他所承受的恐惧比任何亲历者都更要深刻。他知道克苏鲁的真实存在，也知道他将再度苏醒，只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于是他只能手握着无法理解的宇宙真相，以及蕴藏于其中的全部恐怖，在无解的悬念里走向故事与自身的终结。